孙膑和庞涓围魏救赵、田忌赛马，这些故事大家都不陌生。那这些故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？和鬼谷子、墨子、魏武卒又有什么关联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围魏救赵。三家分晋之后，魏文侯率先开始了变法图强。他任用翟璜为相，改革弊政，支持李悝变法，依法治国，重用吴起，训练出了令天下谈之色变的魏武卒，使魏国最先成为战国，既富足又强盛的诸侯国。公元前413年，吴起率领魏军在西河战场战胜秦军，冲破秦军西河防线，并陆续占领了临晋、王城、原里、洛阴、河阳、阴晋等城。到公元前408年，魏国完全占据了西河地区，然后又向北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，在此设置了上郡，魏国的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，并且占据了函谷关，控制了秦国与中原各国沟通的黄金通道，将秦国完全压制在洛水以西，致使秦国长达80余年不敢出函谷关。此时的魏国成为战国最强盛的诸侯国，周边的小国都依附于他，各国的人才也都向魏国聚集。到魏文侯的孙子魏惠王的时候，将国都从安邑东迁至大梁，准备向东扩张。此时战国时代几个重要的人物横空出世。在云梦山的大山里有一个山谷，被称为鬼谷，谷中有一位隐士名叫王许，他学问精湛，有通天彻地的才能。他就是战国最神秘的人物，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。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能力超群、左右历史的人物。齐国人孙膑、魏国人庞涓、张仪、洛阳人苏秦，个个都是出将入相，左右着列国的存亡，推动着历史的走向。本期要讲的两个主人公孙膑和庞涓，就是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的学生，两人同窗共读，感情深厚。几年后的一天，庞涓得知魏惠王正以优厚的待遇广招天下贤士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，到了将自己所学用于实践、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时候了。于是他决定下山前往魏国寻求机会。临行前，他与孙膑告别，对孙膑说：“我们两人情同手足，如果我能在魏国得到重用，一定把你推荐给魏王，我们一起建功立业。”孙膑高兴地答应了他。庞涓到了魏国后，果然得到重用，他被魏惠王拜为大将兼军师。他操练兵马，整顿军纪，率领魏国军队先后进攻魏国、宋国等小国，屡屡得胜，致使魏国、宋国、鲁国的国军都纷纷地来投靠魏国。齐国的军队进犯魏国边境，也被庞涓击退。此时的魏惠王和庞涓都志得意满，称霸中原。再看孙膑，还在云梦山的山谷里发愤图强。有一天，墨子云游到云梦山，去拜访老朋友鬼谷子时，见到了孙膑。交谈后对孙膑很是欣赏，就把他推荐给了魏惠王。魏王十分仰慕孙膑，但自己已经有了庞涓，就询问庞涓是否愿意让孙膑做他的副军师。庞涓知道孙膑的才能在自己之上，如果他来了，自己就不会继续被重用，心里肯定是不愿意。但是碍于情面，便说孙膑是自己的师兄，不能屈尊在自己之下，建议魏王先将孙膑拜为客卿，等日后建功立业之后，自己愿意直接将军师的位置让给孙膑师兄。魏惠王也就同意了。随后庞涓就开始了他除掉孙膑的计划。首先，他安排人模仿孙膑堂兄的语气给孙膑写了一封信。孙膑写完回信后，他又安排人模仿孙膑的笔记，篡改书信，捏造了孙膑不满魏惠王想投靠齐国的内容。庞涓把信交给魏惠王后，魏惠王大怒。在庞涓的安排下，孙膑被剜掉了膝盖，成为了一个废人，然后再在脸上刺字，让他无地可逃。孙膑此时才醒悟过来，原来他的好师弟是想要彻底地除掉自己。如果想活下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庞涓彻底放弃对自己的警惕。于是孙膑开始装疯卖傻，每日混宿在市井之间，回来了就直接在猪圈里睡觉，吃猪食，成天胡言乱语，精神异常。庞涓试探了几次，确定了他是真的疯了，心里也就放松了警惕。
后来，当墨子云游到齐国的时候，得知了孙膑在魏国的遭遇。他将孙膑的情况告诉了齐国的大将田忌，田忌告诉了齐威王，齐威王下令一定要把孙膑救出来。于是，在齐威王和墨子的安排下，孙膑终于逃脱了庞涓的看管，被偷偷地带到了齐国。孙膑到达临淄时，田忌亲自出城10里相迎。往后，孙膑就暂住在田忌家中，被奉为上宾。我们小学课文中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。公元前354年，赵国进攻魏国，迫使魏国屈服，这让魏惠王十分愤怒。因为2年前魏国国君就主动将爵位由公改成了侯，臣服于魏国。赵成侯现在的做法无异于公然的挑衅魏国。魏惠王立即让庞涓率领魏军讨伐赵国。魏军的战斗力在当时是无敌的存在，赵军根本招架不住，不到1年时间，庞涓便攻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邯郸危在旦夕，赵成侯一面竭力固守，一面派人火速前往齐国求救。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议，觉得魏国已经足够强大了，秦国和楚国都不是他对手，如果再打败赵国，下一步就该轮到齐国了，于是决定支援赵国。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率领齐军救援赵国。当田忌和孙膑率领齐军到达齐魏2国边境的时候，魏军主力已经攻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田忌想直接与魏军的主力交战，但被孙膑阻止。孙膑认为魏国长期攻打赵国，主力在外，国内的防务一定空虚，应该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，迫使魏军回撤，只要魏军回撤，赵国的危机自然就解除了。于是田忌采用了孙膑的计谋。第一，命令一部分齐军南下，佯攻平陵。平陵的城池虽小，但管辖范围大，人口多，兵力强，是魏国重要的战略要地，很难被攻克。而且平陵的南面是宋国，北面是魏国，进军途中要经过市丘，很容易被切断粮道。佯攻此地的目的就是迷惑魏军，让庞涓产生齐军的主将指挥无能的错觉。第二，命令临淄和高唐2城的都大夫率军也向平陵进攻，吸引魏军主力。果然，魏军主力一到，攻打平陵的2路齐军大败而归。第三，派出轻装战车直逼魏国都城大梁的城郊，迫使庞涓率军回援。第四，派出少数军队佯装与庞涓的主力交战，故作示弱，使其轻敌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孙膑和田忌则率领主力在桂陵设下埋伏，等候庞涓的到来。再看庞涓，得知都城大梁被齐军攻打时，急忙回撤，果断地丢掉了辎重、轻装急行军，昼夜兼程地回救大梁。等大军到达桂陵时，突然伏兵四起，魏军猝不及防，阵脚大乱，溃不成军，损兵2万多人。庞涓得知孙膑在齐军中，心中害怕，星夜逃回魏国。这是庞涓与孙膑的第一次交锋，孙膑大获全胜，凯旋归齐。公元前342年，魏军在南梁、霍击退韩国军队，韩昭侯连忙派遣使者向齐国求救。孙膑再次采用攻打魏国都城，迫使魏军回援的战术。庞涓得知消息后，只能从韩国撤军回救大梁。可是当他回到魏国时，齐军早已经撤走了。庞涓简直是怒火中烧，每次都是快要胜利的时候，就被齐国给横插一杠子。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下齐国。再看孙膑这边，他分析认为魏军的战斗力确实无人能敌，而齐军这边一直都有怯战的名声，所以魏军一定会轻视齐军。孙膑就利用这个特点，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。他命令进入魏国境内的齐军有序撤退。撤退的第一天，埋设10万人做饭的灶；第2天减为5万人的；第3天减为3万人的。庞涓在追击途中连续3天查看齐军留下的灶后，非常高兴。他说：“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，没想到进入魏国境内才3天，士兵就已经逃跑了一大半。”于是他丢下步兵，只带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。按照孙膑的估算，庞涓带领的魏军在天黑之时应该能够到达马陵。马陵的地形是2面大山，道路在2山之间，山高谷深，正好埋伏兵马。
他命令士卒挑选一棵大树，朝东的一面把树皮刮掉，用黑煤在上面写下“庞涓死于此树下”，将其他的树木全部砍倒，堆放在路上，堵住道路。同时，命令部将袁达和独孤臣各选弓弩手5000人在附近埋伏，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出现，就一齐放箭。又命令田英领兵1万，在离马陵道3里处埋伏，只等魏军进入山谷，便从后面截杀，自己和田忌则领兵远远扎营，准备接应。当晚，庞涓果然赶到了马陵，走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，见到白木上写着字，便命令士卒点火，想看清树上的字。还没等字读完，齐国的伏兵看到火光，就乱箭齐发，魏军大乱。庞涓自知败局已定，于是便拔剑自刎。齐军乘胜追击，歼灭魏军数十万人，俘虏了魏国的主将太子申。经此一战，魏国元气大伤，失去了霸主的地位。从此，魏国从巅峰逐渐走向了衰退。魏惠王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当时魏国人才济济，但他重用庞涓，而放走了孙膑，导致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失败。在孙膑逃亡齐国的6年前，他不听公叔痤的建议，又放走了公孙鞅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商鞅。结果商鞅在秦国得到重用，使秦国后来居上，走向强盛之路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